各位同学、各位老师，晚上好！我是来自浙江大学计算机学院的吴飞。众所周知呀，今年春节呀，DeepSeek 的这一个开源开放，激起了大家的广泛兴趣。春节之后，我们看到各大这个芯片厂商、云计算厂商和各个这一个行业应用的这个服务公司，都纷纷在自己的这个本地化搭建起 DeepSeek R1的本地化部署的这一个系统。我们也很高兴看到不少老师和同学也把这个 1.5B 或者7B 的 DeepSeek R1下载下来，进行本地化的这个部署，在非常有限的这个计算资源上面，能够搭建起人工智能的个人助手。那为了让大家更好地了解 DeepSeek， 能够更好地本地化部署 DeepSeek， 以及应用 DeepSeek 去解决自己的专业性的这个问题，浙江大学计算机学院邀请部分老师给大家进行系列线上公开课的这个解读。今天我给大家带来这个 DeepSeek 系列专题线上公开课的第一讲，我的题目是 DeepSeek 回望人工智能3大主域与加强通识教育。在这个报告里面，我将和大家一起回顾人工智能的符号主义人工智能、连接主义人工智能和行为主义人工智能，给大家解读从 ChatGPT 到 DeepSeek 后面的模型的这一个机理，也向大家介绍2月17号浙江大学58个教学班一起推动面向理工农医、社会科学和人文艺术等方面的人工智能通识教育等内容。在接下来的时间里面，我将给大家分享3个方面的话题。首先是从达特茅斯起航的人工智能3大主义。1955年8月31号，麦卡锡、明斯基、香农和罗切斯特，他们为了哪一年即1956年在美国达特茅斯学院开展一个学术研讨会，苦于没有经费的支持，他们给洛克菲勒私人基金会提交了一份申请项目经费的建议书。这个建议书的题目是一项建议，为了在达特茅斯夏季开展一个研究计划，关于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人工智能这个单词即 AI， 就是1955年8月31号第一次出现在这一个项目申请书里面，登上了人类历史舞台。事后世卫学者也无法回忆起为什么要制造一个新的单词来指代今后将要展开的磅礴研究，他们只是说他们不想用当时正大行其热的控制论及 cybernetics 这个单词来指代今后将要展开的磅礴研究，于是他们自己制造出来了一个新的单词。 Artificial 是人工的、人造的意思， Intelligence 是智能，我们把它翻译成人工智能。世卫学者在这个项目申请书的首页写下了这么一句话：我们有一个基本的猜想，学习的所有特点以及大多数智能原则上都能被精确描述出来，从而用一台计算机进行模拟。大家想象一下，要把一个人类的智能或者其他生物的某一方面的智能让机器来进行模拟和完成，我们是不是要把这个智能发生、发展和结束的全部过程清晰描述，才能让机器来进行模拟？如果我们对一个人类的这一个智能都无法进行清晰的描述，比方说围着一台计算机说，请你产生意识吧，请你产生思想吧，人类如何产生的意识和如何产生的思想，我们都不能清晰的描述，却围着一台计算机让它产生意识和思想，这是不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无稽之谈？正好像诺贝尔物理学奖费曼所言，不可造也，未能知也。这份项目申请书提交之后，洛克菲勒进行了评审，其实评审的结果也不是很理想。他们说，你们的研究内容让人难以理解，但是鉴于这一研究具有长期挑战性的特点，基金会愿意资助你们申请经费的一半，希望你们不会觉得我们过于谨慎。对思维的数学模型的研究，从长远来看非常具有挑战性，是一场适度的赌博，因此在现阶段冒任何大的风险都令人犹豫重重。世卫学者申请了$13,000，基金会批准了$7,500。正是在这笔经费的支持之下，1956年6月18号到8月17号，在8周的时间里面，大概有40多位专家
围绕自动计算机、计算机编程、神经网络、计算的复杂性、智能算法的自我改进、智能算法的抽象能力、智能算法的随机性和创造力等开展研究，人工智能第一次走上了人类历史的舞台。因此我们经常说呀，达特茅斯人工智能号角的吹响，显示着人工智能登上了人类的历史舞台。事后我因为要写一本科普读物，我很想知道这40多位学者到底是谁，他们当时正从事怎样的这个工作，以及今后在达特茅斯学术会议之后，他们又开展了怎样的研究。通过查阅历史资料，相互比照，我找到了40多位学者，把他们的名字和他们的研究内容汇总成了一张表格的这个信息。望着这些璀璨的这个人物的这一个名字，我非常的具有这个感触。我们隐蔽战线有句话说，你们的名字从未被人知晓，你们的功绩将永世长存。1956年人工智能暑期夏季研讨会的这些学者的名字，把它从历史浩瀚的海洋里面把它挖掘出来，我们可以骄傲地说，你们的名字已被知晓，你们的功绩将永世长存。无论是人工智能的一些这个系统或应用，比方说像这个深蓝、AlphaGo、AlphaFold 或者 ChatGPT、缩软，以及这个春节非常这一个引起大家关注的 DeepSeek， 它里面的核心的人工智能的算法都离不开人工智能的3大主义，即以符号主义为核心的这一个逻辑推理，以连接主义为核心的数据驱动，以行为主义为核心的强化学习。理解人工智能的3大主义，对我们了解人工智能的遍地开花的这个算法应用具有很强的指导意义。那什么是符号主义人工智能的逻辑推理呢？我这里举一个例子，就是著名的苏格拉底的3段论。假设我们说有一个大前提，所有的人都是要死的，我们认为这个大前提是正确的，于是我们把它放到我们的这个知识库里面去。我们还有个小前提叫苏格拉底是人，如果我们认为它也是正确的，我们就放到我们的这个知识库里面去。现在存在一个大前提，又存在一个正确的小前提，我们有一个逻辑推理的手段叫做3段论推理，它告诉我们只要大前提是正确的，小前提也是正确的，就可以利用3段论推理得到一个正确的结果。这个正确的结果就是苏格拉底是要死的。如果苏格拉底他正在下面这个听报告，我们说苏格拉底你会死的，苏格拉底如果站起来这一个拍案而起，他说你为什么胡说八道，说我要死的？我们可以耐心的把大前提、小前提、3段论的推理一五一十进行溯源，进行推导，得出这一个结论。那如果得出了这个结论之后，我想苏格拉底一定会明白，为什么我们可以推出这个尚未发生但必然正确的这个事实或者知识。大家可以看到，在以符号主义为核心的人工智能的领域，只要我们找到了正确的知识，又有正确的推理方法，我们就能得到正确的推理结果。但是刚才的这个过程呀，都是用自然语言来进行描述，机器无法听懂人类自然语言的推理过程。为了让机器能够像人类刚才那样进行推理，得到正确的答案，我们必须把我们所有的知识进行符号化和逻辑化。比方说，为了表达所有的人都会死的，我们可以定义一个命题逻辑，它叫做 person x， 即表示 x 如果是人，那么 person x 就是正确的。我们又可以表达一个谓词逻辑，叫做非永生的，叫做 mortal x。那有了这些谓词之后，我们把所有的知识进行了符号化和逻辑化，只有这一个人工智能的机器系统是可以看懂这种逻辑化和符号化的这个知识，然后我们把这一个推理的手段让这个机器按照人类刚才推理的过程进行施展，我们就可以让机器也能够完成人类用自然语言可以完成的任务。这个过程我们就说机懂机言来完成了人懂人语的这个过程。所以维特根斯坦曾经讲过，语言的边界就是思想的边界。那这句话呢，是指能够交流的这个语言才是人类思想的这个边界。
如果我们把所有的这个东西都能用自然语言清晰描述，我们就可以想方设法把自然语言描述的这个知识来符号化和逻辑化。我们这里再举一个例子，这是一个知识图谱，在这个知识图谱里面，我们给出了这样的这个内容：长江流域是一所水电站，它位于三峡大坝。同时，这一个葛洲坝也是一个水电站，它也位于长江流域。然后这个知识图谱告诉我们，这一个三峡大坝和葛洲坝具有反调节的关系。也就是说，因为它们位于同一个水域，那么上下游的这个水库呀，就可以进行调节这个水量，具有反调节关系。同时，我们也告诉这一个在知识图谱里面也明确地表达了，三门峡水库和小浪底水库都位于黄河流域，因此也具有反调节关系。你看，我们告诉了这个机器两条这一个客观存在的这个事实或者知识，那么我们就可以把大数据读博得到一个结论，即任何两个水库如果位于同一个流域，则具有反调节关系。这是我们把大数据读博得到的一个归纳的这个结论。然后知识图谱又告诉我们说，大谷粒水坝和达纳斯这个水库都位于这一个哥伦比亚河，那我们就可以把大数据读博的这个结论和知识进行后级驳发，我们就可以这一个得到大谷粒水坝和达纳斯水坝因为位于同一个流域，具有反调节关系。这就好比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发现今天是零下2度，水会结冰；明天气温回升到了零上3度，水不会结冰；后天气温又过山车降到了零下5度，水又结冰。于是在这一个对气温的这一个0摄氏度以上的起伏的变化和水会不会结冰的这个实际观测的这个结果，我们可以归纳出一个结论：水在0摄氏度以下会结冰，水在0摄氏度以上不会结冰。然后我们再把这个归纳的这个结果进行后级驳发，比如说下一周一温度是0摄氏度以下-3度，水是否会结冰？我们就可以进行后级驳发，得到演绎出来一个结果：0摄氏度这一个以下的话，水会结冰，所以说下周一的这一个水会结冰。所以大家可以想象一下，有了这个符号主义这个人工智能的话，只要我们把我们所有的知识能够符号化，再用正确的推理手段对符号化的知识进行计算，我们就能源源不断地发现人类尚未发现的这个知识。于是在那个时代的人们开始这一个激动起来，他们蓦然发现呀，只要我们把某一个领域的这个知识像做工程的一样把它这个工程化，我们就可以得到这个领域里面的专家系统。由于把这个领域里面所有的知识都进行了这个符号化，再把这个领域里面的所有的推理的手段都进行了这个逻辑化，于是它好像成为了这个领域的这个全科专家，就可以解决所有的问题。这就是我们所言的专家系统。人类历史上第一个专家系统就是来进行这一个分子式的这一个结构分析的这个系统。在这个系统里面的话，只要你输入一些这一个观测的这个现象，它就可以告诉这些现象背后所隐藏的这个知识或者这个结果。于是我们就可以制造出一个一个的这个专家系统，好像是可以一劳永逸地解决这个专业里面的所有的问题。因为我们把这个专业里面的所有知识进行了符号化和逻辑化，我们就可以构造这一个专业里面的水晶球，让它回答我们人类所有的这个问题。但是符号主义的人工智能很快走到了死胡同。比方说我现在给出了一个描述，所有的鸟都会飞，如果大家认为它是正确的知识，我就把它放到我们的人类透明水晶球里面去了。又告诉大家鸵鸟是鸟，大家觉得也是很正确的，也把它放到人类水晶球里面去了。但这两条知识一放入，我们就可以推理出来鸵鸟会飞这个结论是错误的。于是我们反思，到底哪个阶段或者哪个环节出现了问题？原来所有的鸟都会飞出现了问题，并不是所有的鸟都会飞。那人类为了表达所有的鸟都会飞这个结论，该是多么的困难。比方说你要去这个逐一的这个罗列描述，这一个麻雀会飞，这一个海燕会飞，等等等等。你要把这个所有的鸟，所有会飞的鸟都会飞这一个概念把它表达清楚，我想你可能要用几个月或者10几个月的这个时间。但是为什么
人和人进行自然语言交流的时候没有这么困难，因为我们所有的这个语言是扎根于它的上下文语境，以及依靠我们人类强大的这一个 common sense 的这个知识来进行支持。所以我们把每句语言把它剥裂出来，那这个语言离开了它生存的土壤，它就会这个出现非常这一个荒谬的推导的这个结果。因此妄图把人类所有的知识把它从它根植的这个土壤里面把它剥裂出来，放入人类的水晶球的这个举措遇到了巨大的挑战。那并且人类还有很多的这个知识是不可以被符号化和逻辑化的，比方说要对人脸识别，如果用符号主义人工智能来进行人脸识别，我们必须如下的把人脸的模式进行知识化和符号化。比方说你可以说左边两个椭圆左右对称，然后还有个小的椭圆分布在左右对称的椭圆下面，这是一张人脸。但是如果人脸戴上了这个墨镜，把一半的脸把它抹住，人呲牙咧齿，这也都是人脸。那么无穷多个形式下的这个人脸很难用自然语言的符号化逻辑化进行描述。那如何去把这种说不明还这一个道不清的这种模式来让人工智能进行模拟，来完成它的识别与分类呢？这就是第二种人工智能的这一个主义，我们把它称为连接主义人工智能。在这种人工智能领域里面的话，我们只要给出足够多的这个数据，然后让这个连接主义构造像人的大脑一样的神经网络，层层递进，逐层抽象，从数据里面去抽取数据所隐藏的模式和规律，来发现这种模式和规律，然后种瓜得瓜，种豆得豆，进行按照已经学习得到的模式和规律进行那一种视觉对象的这个识别。比方说我们这里要识别一只猫的这一个模式，我们就可以采集200万张猫或者2000万张猫的这个图像，让神经网络层层递进，逐层抽象，来学习100万张、1000万张猫的图片里面它所蕴含的猫的模式，进而再给出一张新的猫的这个图像的时候，就看它是否匹配我们已经挖掘出来的猫的模式，按照这个最大匹配的这个概率来进行输出，它是否是猫的这一个图像。2012年，这个《纽约时报》曾经发表了一篇文章，这篇文章的题目叫多少台计算机可以识别一只猫？答案是16000台。当时谷歌公司的谷歌大脑的这个项目要把无人车上路，要识别我们的开放这个物理世界里面的万千的视觉对象，猫是其中的一种要识别的视觉对象。谷歌公司采集了大概100万张猫的图像，再加上100万张不是猫的这个图像，有一个5层的卷积神经网络进行训练，最后得到了从100万张图像里面挖掘出来的猫的模式，来进行猫的这个视觉对象的这个识别。由于他们利用了1600台计算机所搭建的计算系统来完成了这个神经网络的识别和模式的这个学习，所以说这个答案是要用16000台计算机。那个时候呀，这个人工智能的算力及 GPU 还未被广泛使用，所以是用16000台以 CPU 算力为主体的这个计算机进行了模型训练。那这一个庞大的这个神经网络是如何构造的呢？庞大的神经网络的这个基本的这一个单元叫做神经元。1943年呀，神经科学家沃伦和逻辑学家皮兹，他们提出了一个非常清晰的这个描述的这个方法，对神经元的功能进行描述。比方说，一个神经元，它接收所有跟它相连的神经元，以这一个力度不一的这个权重所传递过来的这个信息，它叫做签单照收，叫做加权累加。所有神经元传递给我的信息，我都毫无保留的把它这个收集下来，这是一个物理过程。然后再构造了一个阈值函数，当大于这个阈值的输出为1，小于这个阈值的输出为0，这是一个非线性的这个变换即化学反应。一个神经元起到了信息这个搬运工的这个作用即物理这个反应，又起到了对搬运所得到的这个原料进行加工、处理、融合等非线性操作的这个能力及化学反应。所以他们就把这一个神经元的这个机理啊，用数学方程
和我们的这个逻辑演算的这个方法，把它进行了清晰描述，从而我们可以编计算机的这个程序来模拟一个神经元运行的这个机理。如果一个神经元它的机理可以把它这一个构造出来，那我们把成千上万个神经元连接在一起，不就是神经网络，也就是连接主义的人工智能。这两位学者非常这个激动，留下了这么一句话：在科学史上第一次我们知道了我们是怎么知道的。也就是说，人的大脑有800多亿个神经元，我们无所不知无所不能，但是要问你为什么会知为什么会能的时候，你茫然不知。如果把一个神经元把它弄清楚了，我们就知道我们是怎么知道的呢？那千万个神经元组合在一起的神经网络究竟发生了什么故事呢？它发生了一个令人非常难以理解的非线性映射。比如说，左边输入了一张狗的图像，它假设有200万个像素点，右边就通过神经网络的非线性映射之力的洪荒之力，输出了这一个狗的概率最大的结果。然后这个左边输入的200万个像素点所构成的图像就被分类识别成了狗的这一个视觉对象，它中间产生了一个非常复杂的非线性映射。这个非线性映射呀是世界的这个本质，但是神经网络的这种非线性映射已经超越了我们人类的思维，所以你让我把这个神经网络的非线性映射的一个方程把它写出来，恐怕没有人能够写出来。但是我们只能说是这个庞大的神经网络中的庞大的复杂的参数进行了非线性映射，才把输入数据得到了输出的语义的这个结果。美国物理学家呀安德森曾经发表过这么一篇文章，叫多则意义。他说，在物理学的领域，我们已经把基本的粒子这个分析的完全的这个清楚和透彻，但是这些基本的粒子构成我们的生命、自然和宇宙，我们迷失在这个非线性映射的这个黑暗森林里面。他指出，还原论假说从来都不意味着建构论，说即使我们弄清楚了一个神经元的运行的机理，但是这些庞大的神经元所构成的复杂的非线性映射的这个体系，也让我们完全难以理解这个神经网络如何进行层层递进组成抽象，完成了输入数据的分析、理解、识别与分类。符号主义这个人工智能输入数据，从大数据里面来得到数据所蕴藏的这个模式，它所得到数据所蕴藏的模式采取了层层递进逐层抽象的这个手段，犹如一个黑盒子。所以我们说深度学习就是端对端的学习，输入端进去，输出端出来，中间发生了什么样的这个分析理解的这个过程，我们一无所知。这就是说的是这一个连接主义人工智能所面临的这个黑箱这个效应。如果符号主义的如果连接主义的人工智能，它无法告诉你为什么得到了这个结果，它只能告诉你我就是以概率最大的这个形式得到了这个结果，那大家想想看，你还敢很放心的去使用这一个连接主义人工智能所搭建的这个系统吗？连接主义的这个人工智能非常依赖于这个数据。在神经网络刚刚提出的这个时候，美国五角大楼资助了一个科学家用神经网络去识别隐藏在森林里的坦克和没有隐藏坦克的森林的识别与分类。这个科学家很快训练出来了这样的神经网络，交给了五角大楼。五角大楼测试之后，发现很多的这个样例无法这个正确的识别分析出来。他们事后检查发现，给这个科学家进行训练的数据都是阴天的森林里面隐藏着一辆坦克，和白天的这个晴天的这个森林里面没有任何被隐藏的坦克。结果这个神经网络只学会了识别阴天和晴天，完全没有识别隐藏在森林里的坦克和没有隐藏坦克的森林。由于你的这个训练数据都是阴天里面隐藏的坦克和晴天里面没有隐藏的坦克，虽然他把这个训练数据或者测试数据全部分析清楚了，但是当你给他晴天的森林里面隐藏的这个坦克，他只是把这一个输入的这个数据识别为这个晴天，而不是识别为晴天里面所隐藏的这个坦克。2016年特斯拉发生车毁人亡的这个事件，
也是这一个我们这种神经网络或者人工智能黑箱测试所带来的灾难性的这个结果。当天风和日丽，一辆白色的厢式大货车由北向南行驶，特斯拉轿车由南向北行驶。在 T 字形的转弯路口的时候，白色厢式大货车进行这一个左转弯，结果特斯拉轿车就直冲冲的冲了上去，车毁人亡。事后这一个调查发现呀，特斯拉轿车的所有的这一个设备这个运行正常，它的视频摄像头不断的向四周进行这个图像的这个捕获与识别。视频摄像头捕获到了白色厢式大货车的白色箱体，识别为前方蓝天白云。那这一个特斯拉这个轿车上面还有毫米波雷达，不断的向四周发射雷达信号，如果有障碍物会反射回来，告诉这个特斯拉轿车前方有这个障碍物。但是很不幸，毫米波雷达穿透了白色厢式大货车的这个箱体，前方无障碍物。司机是最后的一个智能的这一个防守者。当时司机正在车上观看这一个哈利波特的这个 VCD， 所以最后一套防线这个丧失。我们所有的现在的很多的人工智能这个产品，他们在出厂运用于我们现实社会的时候，是不是都是我们进行的黑箱这个测试？也就是说，我们并不知道它为什么能产生这个结果的原理，我们就是把这个场景来进行测试。如果很多的这个场景没有测试到，在生活中我们又发现了，那很可能这样的人工智能系统会犯出很低级的这个错误。数据有多大，连接主义人工智能就有多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这个英美空军军官发现所有返航的这个战斗机机翼上面遍布弹孔，再多打几个弹孔，机翼将被击穿，飞机将永远不能返航。但是在飞机这一个油箱这个位置几乎看不见一个弹孔，所以欧美这一个空军军官要求加强对飞机机翼的保护。但是哥伦比亚统计学这个教授呀，沃德指出，所有机尾油箱中弹的这个飞机再也不能返航了，所以要加强对机尾油箱的保护。就好比在战地医院，我们英勇的士兵在疗伤，他们的手部中弹和腿部中弹，很少有看到头部中弹的士兵在疗伤。我们总不能说士兵在战场上面头部很不容易中弹，所以要把士兵的钢盔的材料削减70%，去保护他们容易被中弹的这一个手和脚，这不是犯了常识性的这个错误吗？大明王朝这一个建立的时候，朱元璋为了实现国家的长治久安，推出了乐个时代的户籍制度，被称为明代皇册。每家每户要把这一个人数几人、田地几何以及参加国家这个徭役的这个情况记录在案，这样国家才能根据这个明代皇册进行有效的这一个治理。朱元璋也要求所有的皇册上的这个信息10年之后要进行这一次大修，因为这个家庭里面会发生很多的这个故事。这个在公元1645年呀，清军攻占了南京城，对这个摆放在玄武湖的明代皇册里面的信息非常感兴趣。玄武湖是个人工湖，是挖出来就是为了摆放明代皇册的这个大数据中心。结果清军打开明代皇册的这一个书籍一看，哑然失笑，上面的信息竟然记录到了崇祯24年，而崇祯皇帝朱由检早于崇祯17年在北京眉山这一个喊出了诸臣皆误我的这一个哀怨，上吊自杀身亡。大家可以想象一下，来维持国家正常运转的数据都穿越到了这个王朝灭亡后的这一个年代，这一个记录王朝运转的这个数据已经荒唐或者这一个谬误到了何等的这个地步，这个王朝焉有不灭亡的这一个道理？那人工智能的第3大主义，我们把它称为行为主义。也就是说，如果我们没有知识没有数据，我们就让智能体在这个环境里面去和环境进行这一个接触，让环境教会我们的人工智能算法。比如说人工智能算法碰到墙壁了，它知道无法通过，那么它就知道要这个折返一下。它碰到了一个伤害它的一个锐角的这一个物体，它知道这个物体是不能进行这个碰撞的，于是进行有效的这个避让。
你看在环境里面，我们人工智能算法有模型叫做屡败屡战，再败再战，就在环境里面进行这个跌跌打倒，从环境里面吸取失败的这个经验，最终一战而成。这就是我们所讲的叫谋定而后动，知止而有得的强化这个学习，也被称为行为主义人工智能。那么似乎好像行为主义人工智能可以一骑绝尘，解决人工智能的所有问题。实际上呀，行为主义人工智能它做出的是一个序贯的决策，它不是说碰了这个问题就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它是执行了一个序贯的决策，也说今天的决策可能为下一步的决策要带来更大的希望，下一步的决策要为再下一步的这个决策带来更大的这个希望。所以说我们想强化这个学习或者行为主义是一个序贯的这个决策。如果你没有有效的序贯决策的学习方法，你总是说打一枪换一个地方，那么这种一个强化学习或者行为主义无法解决人类社会的真实问题。比方说2016年在首尔，阿尔法狗以4-1击败了李世石，但是在第4局第78步的时候，李世石落下了一个被称为上帝之诺子的这个诺子，也就是这部诺子是人类选手绝对不会落下，被 DeepMind 的这个 CEO 曾称为这是人类选手只有100万分之一的概率才会落下。大家想想看，如果阿尔法狗看到人类每下一步诺子的时候，他的内心都是非常的这个开心，因为他会说小样，这一步我昨天才练过。但是李世石在第4局第78步的时候落下了一个人类选手从未落过的这个诺子，让他无法进行从容应对，最终落败于这一个李世石。所以说强化这一个学习或者行为主义人工智能呀，也有它的这个难处。我们讲这个人工智能的这个3大主义，并不是说谁好谁坏，而是要针对我们的真实场景，巧妙的应用3大主义中的某一种或者它的这个组合，进行更好的这个分析与理解。2015年，浙江大学的这个老校长潘云和院士在中国工程院院刊 Engineering 发表了一篇文章，这篇文章的题目叫《人工智能迈向2.0》。在这篇文章里面，潘老师明确地指出，人工智能必将崛起，而这一次的崛起不是因为人工智能的这个理论突破，而是因为人工智能的应用发生了这个巨大的这个变化，如信息环境进入了万物互联的时代，社会需求的这个爆发，人工智能的目标发生了这个巨变。所以潘云和院士这个敏锐的这个指出，人工智能必将崛起。中国政府于2017年也发布了国家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这个规划，这个规划的第1句明确指出，人工智能的迅速发展将深刻改变人类社会生活，改变世界。好，下面讲第2部分的这个内容，从 ChatGPT 到 DeepSeek。2022年，这个 ChatGPT 这个横空出世，很多科学家说 ChatGPT 的这个出现使得人工智能进入了 iPhone 时刻。怎么去理解这句话呢？2007年1月，乔布斯发布了第1代苹果手机。那么在这一个智能手机的这一个加持之下，再加上近20年移动互联网的这个建设，手机已经成为我们所有信息流量的入口。我想我们每个人的智能手机上面都有比如说30到40个左右的 APP， 我们每天的学习、工作、娱乐、生活、交通、出行等都靠着手机上的 APP 来完成，说手机成为了所有信息流量的入口。那科学家们也在问，从互联网时代到这个人工智能时代，信息流量的入口在哪里？他们说是在以 Chat 为形式的人工智能系统上面。如果一个人工智能的系统能够像人和人交流那么自然和简单，只要你对着它说自然语言的这一个话语，它就能够理解你的话语，并且输出你的话语里面所对应的这个答案。是不是今后所有的信息流量的入口就往这个以 Chat 为形式的人工智能的这一个系统上面而去？所以说 ChatGPT 的出现使得人工智能的 iPhone 时刻已经来临。那 GPT 是什么东西呢？ GPT 的英文叫生成式预训练 Transform。 所谓的生成式指 GPT 所有产生的内容是它一个单词接着一个单词把它这个写出来的，而不是从互联网上进行搜索得到已有的东西排列排序之后推送给你的已有知识，它是自己创造出来的内容。但这里的创造可以打上引号，因为它是一个在组合
在这个组合概率 E 下的这个创造的过程。那什么叫预训练呢？你要把这个内容把它创造出来，你必须在基于某一个单词的时候去预测下一个单词，再去预测下一个单词。我们把能够预测下一个单词的这一个神经网络叫做预训练模型。那什么叫做 transform 呢？ transform 是2017年谷歌公司发表的一篇文章，注意力就是你所需要的一切。在这篇文章里面，谷歌公司说，我们自己提出了一种新的神经网络的架构，我们把它命名为 transform。 美国有部电影叫变形金刚，它的英文名字也叫做 transform。 所以我们可以猜测，谷歌的这篇文章的这个作者们可能是这一个受到了变形金刚这部电影的这一个启发，把这个神经网络架构取名为 transform。 它就犹如一个魔镜一样，你往里面输任何的这个内容，它都可以犹如万花筒一样变换出来你所需要的这个内容。那么 transform 为什么这么厉害？因为它引入了一个机制，叫做自注意力机制。什么叫做自注意力机制？就是一句话、一个段落、一篇文章里面的所有单词都要自己肩负起自己的责任，你要记住你的左邻右舍是谁。我这里举一个例子，比方说项庄舞剑，意在沛公。如果我们只出现了这句话一次，那么自注意力机制毫无这个注意。但是你如果这一句话在万千的语料里面都出现了，那么这句话里面的项庄、沛公、意在舞剑每个单词就肩负起自己的责任，去记住我的左邻右舍在这样的上下文语境里面一起出现了。如果每个单词都肩负起自己的责任，记住了我的左邻右舍在这样的上下文语境里面一起出现，大家想想看，预测下一个单词的这个任务是不是就变成了在当前的语境之下，对于现在的这个单词下面出现概率最高的单词是什么，把它进行这个预测出来。但是要把这个 transform 训练出来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所以这一个科学家采取了3版虎头训练的这个方法。第一版虎头叫做完形填空形式下的文字接龙。比方说我这里有一句话叫一辆列车缓慢行驶在崎岖的山路上，我现在把缓慢去掉，让 transform 去预测这个被去掉的这个单词是什么。如果 transform 能预测4万个单词出现在这里的概率，那么就把4万个单词出现在这里概率的那个概率最高的这个单词安放在这里。很显然缓慢不可能一蹴而就，如果缓慢无法因为概率最大而安放在这里，说明这一个神经网络出错了。那怎么办呢？那毫无办法，谁的孩子谁抱走。为什么会出错？因为神经网络里面的每个参数都有问题。那既然有问题，就要自我救赎。如何自我救赎呢？把缓慢未能出现在这里的误差计算出来，然后把误差犹如潮水般的进行回馈回去，回馈到每个参数的时候，每个参数自我救赎、自我调整，按照把缓慢出现在这里的概率最高的这个概率最大的这个方向进行这个调整。那所有的这个参数都调整到位，缓慢就如约而至，以概率最大的这个模式出现在了这里。好，这句话训练完毕，再换下一句话，下句话。如果你有几亿句话、几十亿句话的这个数据，按照文字接龙的这个模式进行训练，是不是每个单词就记住了我在怎样的上下文语境里面和其他单词一起出现？那么能够预测下一个单词的预训练模型就训练成功。如果一个模型说我能预测下一个单词，那这个模型也毫无用处。我们希望一个模型能够说人话做人事，于是科学家们采取了第2种训练的方法，叫做有监督微调。什么叫有监督微调呢？就是给他一个问题，然后再告诉他答案，叫做我教你学。比方说我们现在告诉他一个问题，本院查明被告人酒后做了什么事情，请分析案情。我们告诉他应该这么回答，根据上述内容可以认定本案的核心要素包括醉酒驾驶、致人受伤、酒后逃逸等等。你看我把这个问题去问他，又告诉他对应的这个答案，就让他去学习，对这样的问题我可以如此回答。就好比中国人经常讲的经师易得，人师难求。一个高超的老师给了学生一个非常难的题目，学生依靠现在的基础能力无法完成，那老师把这个题目分析出来，再给出对应的这个答案，于是学生们的基本能力就不断的组合、爆炸、穿越，形成更高水平的这个能力。
科学家们发现呀，对于同一个类别的所有问题，可能只要给出20多个左右的这种问题和答案的对，就可以把这一个 transform 预测下一个单词的能力跃迁到完成下一个任务的这个能力。那为什么又叫这个有监督微调呢？因为是人类叫我教你学，并且这个 transform 的这个参数不需要大动干戈，把每个参数都变换一遍，而是只要去微微调整，能够完成这个任务的那一小部分的参数就可以了，所以叫有监督微调。最后一步叫人类反馈下的强化学习，把 ChatGPT 开放出去，让每个人都会跟他聊天和进行这一个对话。当他完成不对的时候，就告诉他你错了，应该如何进行完成。所以说 ChatGPT 与人类价值这个对齐，吃百家饭穿百家衣，很快能够完成万千的这个问题。ChatGPT 的这个成功呀，就是新一代人工智能，数据是燃料，模型是引擎，算力是加速器，它的成功的必然。大家可以看到 ChatGPT 几乎使用了45TB 的数据，把人类所有的这个语料输进去，让每一个单词都记住我在怎样的上下文语境里面和哪些单词一起出现。这么庞大的这一个上下文的这个关系，是不是需要复杂的神经网络才能加以刻画？所以它用了1750亿个这个参数，每个参数都各司其职，来完成某些单词和其他单词的上下文这一个关联关系。那这么庞大的数据、庞大的这个网络，是不是需要这个庞大的算力来进行模型对数据的适配？所以说用了这个英伟达 V100 10000张的这个芯片来加以这个训练。那从 ChatGPT 到 Sora 又发生了什么故事呢？2024年春节的时候，我们只要每个人输入一段文字，比方说日本的东京街头走来一个时髦的女郎等等，它很快生成了一个53秒的这个短视频，大家觉得非常的这一个惊奇哈，因为你输入的是文字，它输出了视频。虽然文字和视频都是描述的人类认为同样的这个内容，但是文字必定是文字，视频必定是视频，好像驴头不对马嘴。但是大家想想看，以前秦始皇也面临这样的尴尬，6国都用不同的文字撰写同样的内容，所以秦始皇说书同文，车同轨。OpenAI 为了把文字和视频关联起来，他们当时采集了大概23亿张图像，每张图像上面都有文字信息的描述，让文字信息描述里面的单词去对应图像里面的视觉指块。一旦单词和视觉指块进行了对应，那么文字和视觉内容之间的鸿沟就从此解除。第二步，我把它称为鲁班学艺。你要把一个照片、一个视频把它合成出来，你就像鲁班一样，为了造一个桌子，你把这个桌子拆开再组装，再拆开再组装，于是这个桌子就造出来了。在 Sora 里面引入了一个叫扩散模型，对一个图像不断的加噪音去破坏它，就变成了噪音，然后再预测噪音、去除噪音、预测噪音、去除噪音，再把它还原回来。所以在破坏和重建的这个过程里面，去知道我们所合成的这个内容到底以怎样的形式存在。第三步，我把它称为形同论，最终要把这个东西合成出来给人类去看，你是不是要合成的这个内容要符合人类社会最大的这个概率的这个呈现？比方说，如果 ChatGPT 合成了一句话，太阳明天从东边升起，我们觉得司空见惯，没有什么好奇怪的。但是如果合成出来太阳明天从西边升起，那这几个单词组合在一起的概率微乎其微，我们所以觉得这个大惊失色。ChatGPT 才不会这么笨，它一定按照概率最大的方向进行合成，所以我们觉得犹如昨夜重现一样，能看到它合成的内容与我们所要表达的内容是多么的般配，多么的一致。那在去年的这个春节，2024年春节，这个文汇报曾经给我打过一个电话，希望我写一篇科普的文章，对 Sora 里面的这个技术进行科普式的解读。那我这个在这个春节期间写了几千字的这一个文字发给了这个文汇报，文汇报把这篇文章在2024年的这一个元宵节那天把它全文刊发。这篇文章的题目叫做 Sora 的超级涌现力将把人工智能引向何方。在这篇文章里面，我提出了这么一个观点：从 Chat 到 Sora 对合成内容中最小单元进行有意义的关联组合，犹如昨日重现。
对单词有益的线性组合就是句子，对像素点有益的空间组合就是图像，对时空指块有益的时序组合就是视频。但是即使这样，说也出现了很多合成谬误的这个视频，这也都是大家可能在网络上能看到的，和我们人类社会的物理规律非常违背的这个视频。那为什么会合成这些视频呢？因为它采取这个概率合成，他认为任意2个有意义的这个单元一起出现，就可以被合成在一起。那假设我现在说公鸡打铃，太阳升起，好像公鸡打铃和太阳升起经常一起出现，它们是这个因果关联，或者是这一个事实上的这个关联。但我如果把世界上的公鸡都杀死，第二天太阳照样升起，其实它们之间的共生关联是虚假关联。如果我们把这一个每个有意义的这个单元的这个共同出现，就认为它们是关联在一起，那把这种虚假的这个关联引入，再按照概率进行合成，势必会产生合成谬误。ChatGPT 的这个出现，现在正进入到一个叫扩展这个定律的时代。研究者发现很多问题对于现在的模型而言，它根本不奏效。于是研究者说，那就输入更多的数据，让模型变得更加的复杂，我们再用更大的这个算力去优化这个模型。所以说，数据模型算力不断的这个加持，我们已经走上了一个被称为算力霸权的这个道路。好像这种算力霸权的这个道路是否走向了一条不归之路？但这也是人工智能发展的所得到的惨痛这个教训。2019年人工智能领域的强化学习鼻祖，加拿大阿尔伯特大学的这一个教授叫沙登，他曾经发表了一篇文章，叫做《人工智能的苦涩这个教训》。他说，纵观过去70年人工智能发展历史，想办法利用更大规模的算力总是最高效的手段。也就是说，你要让人工智能完成人类万千的这个任务，那你就把人类已有的世界把它全部装入，让它以昨夜重现的这个方法来完成你的任务就可以了。说模型变得越来越大，越来越大。今年春节 ，DeepSeek 的这个横空出世，打破了这个魔咒。我们说，虽然 DeepSeek 仍是基于美国谷歌公司于2017年提出的 Transform 的这个架构来进行了生成式人工智能的这个训练，没有改变游戏规则的颠覆性基础理论创新，但是它在模型算法和工程优化方面进行了系统级的这个创新，在有限资源上完成了比肩世界一流水平的这一个人工智能算法的这个性能，在受限资源下探索通用人工智能，开辟了新的道路。DeepSeek 的这个成功在于对算法模型和系统进行的系统级的协同创新，是重质和重力相互叠加的这个成果。DeepSeek 先是有一个叫 V1 模型，它的 V1 模型引入了像混合专家模型、模型参数低质压缩以及工程化的这个努力。所谓的混合专家模型指的是有别于其他的这个大语言模型，是以一个叫做稠密模型来进行架构出来。它引入了叫混合专家模型，在进行这一个训练的这个时候，只有很小一部分的这个专家被激活，使得它的这一个能够用更小的资源来完成更复杂的这个任务。所谓的这个模型参数的低质压缩，就是指的是叫多头潜在注意力机制，把庞大的自注力机制的这个参数进行压缩，使得这一个占用显存只是其他大模型的5%到13%，它进行了其他的工程化的这个努力。那它的这个推理模型，我们叫做 DeepSeek 这个 R1 模型，它进行了3步走的这个道路。第一步就是纯粹的用强化学习去学，给出答案，再给出答案所对应的问题，直接去学这个问题所对应的答案。他们惊奇的这个发现，这样训练出来的这一个叫做 R1Zero 的这一个推理模型，竟然有动物时刻的这个表现。但 R1Zero 的这个模型有时候会说胡话，所以再引入了我们叫有监督微调的这个手段，来使得它的这个回答问题的模式能符合我们人类的语言这个习惯。最终再把这个推理模型的这个能力，通过增流的手段迁移到了其他开源的小模型上面去，比如说这一个阿里的通义千问的小模型，或者
这一个 Llama 的小模型，让这些小模型继承了这个 R1 的这一个推理的这一个能力。DeepSeek 的这个出现呀，非常具有这个人工智能的这个意义。也是在今年的这个春节，文汇报要我写一篇对 DeepSeek 解读的这个科普文章，我后来想了半天，在今年的这一个初一初二把它写完。它的题目叫做 DeepSeek 迈向全社会分享的普遍智能。这篇文章的这个网络版首发于这个2月3号，正好是我们的立春之日。事后想想呀，这也许是一种这个巧合，这种巧合带有这个微思的这个意义。就 DeepSeek 拉开了人工智能的一个春天。当它的这个纸质版发表于2月7号的这个文汇报，在这篇文章里面我说 DeepSeek 的开源之举将使得人工智能像水和电一样触手可及，为实现时时处处人人可用的普遍智能带来曙光。1月28号，美国外交学者网站发表了题为《中国的 DeepSeek 是美国人工智能的斯普克尼克的时刻》，指出 DeepSeek 举起了 OpenAI 的初心，为了人类的利益推动人工智能的发展，它以开源的这个手段进行这个推动。OpenAI 本身举起的是 Open 的大旗，但是在 GPT-4 的这个时候，由于各种原因，它变成了 Closed 的 AI。同时 DeepSeek 的这个开源呀，使得任何人都可以下载下来开源的模型，然后利用自己的数据、知识和经验对它进行微调，形成人工智能的个性化的这个助手，让人工智能迅速的迈向人工智能+，从而实现全社会分享的普遍智能。DeepSeek 这个非常不容易，我们说它以极致的工程成就了大事，与开源开放促进了信任。曾经有一次开会的时候，中国工程院士、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的研究员李幼平院士曾经讲过一个故事。他说他曾请教我国两弹一星、元勋两院院士朱光亚先生，为什么9院称为工程物理研究院？朱先生回答说，物理是深度，工程是规模，没有规模做不成国家大事。由此可见，在算力成本呈指数级增长的人工智能领域，通过算法优化、架构突破和工程创新来降低大语言的模型成本，这本身就是技术实力的体现，是难能可贵的大事。DeepSeek 的开源开放促进了科技创新，唯有通过开源开放，技术创新的门槛才能被有效降低，才能汇聚更多的开发者和人才，推动产业的整体进步。由埃里克提出，以 Linux 创始人林纳斯命名的林纳斯定律告诉我们，只要有足够多的眼睛关注，任何漏洞都无处隐藏。因此，人工智能开源将给人工智能模型注入透明度，并向算法的使用者提供了安全保障，从而构建更安全、更可信、更合乎伦理道德的人工智能技术。当然 DeepSeek 也没有这个改变数据驱动的深度学习所面临的困惑，如它还是具有不可解释性、AI 幻觉、黑箱效应等不足，说我们仍需推动机器学习迈向学习机器。那浙江大学在过去的这个2-3年里面呀，围绕垂直领域这个大模型也做了很多的工作。就我们不去构造这个上知天文下知地理的这一个庞大的这个通用模型，而是围绕某个学科问题去打造这个学科要求完成任务的这个模型。比方说我们用这一个阿里巴巴开源的70亿的这个通义千问，用我们高质量的教材数据训练出来一个垂直领域大模型，叫智海三乐，它能够完成人工智能这个课程的学习里面的所有的这种问题。现在智海三乐已经在这一个高教授的网站上面这一个开放使用。我们同时和司法领域的这一个研究者合作，仍然在一个70亿的这一个开源的这一个大模型上面，用司法领域的审判数据来训练的一个辅助司法这个智能化的这个垂直领域大模型，我们把它称为智海这个论文。那智海论文已经在这个浙江省高院这一个司法厅和其他的这个律师事务所和检察院开展这个应用示范，也获得了去年的人工智能学会的文俊人工智能科技进步1等奖。那如果每个学科都打造自己学科擅长的垂直领域大模型，同时在今天的 DeepSeek R1 的这一个支持之下，能站在 R1 的巨人肩膀之上，
去构造我们那种被蒸馏的这个小模型及垂直领域大模型。我想人工智能的这个家的这一个春天也会迅速的这个来临。下面介绍最后一部分内容，叫人工智能通识教育。1987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获得者这个索诺，他曾提出过一个观点，他说国民经济的发展最终会达到这样一种稳态发展的阶段，在那个阶段之后，经济增长将只取决于技术的进步。虽然技术进步是经济增长的源泉，但是长期的经济增长是由少数几种被称为通用目的的技术而驱动。在人类历史上，像蒸汽机、电力、计算机、半导体、互联网和人工智能都是通用目的的这个技术。1795年，瓦特改良了蒸汽机，使得我们可以在任何的这个地点来使用蒸汽机，把水蒸气变成强大的机器的这个能力，去取代人力、风力、水力和畜力。但是在那个时候，蒸汽机并没有把人类社会推进工业革命时代，直到经过了100年左右的努力，当蒸汽机和纺织工业、交通工业、冶金工业紧密融合，才把人类推进了工业革命时代。所以说，蒸汽机的历史意义无论怎样夸大都不为过。我想人工智能时代，如果人工智能和工业、经济、农业、医疗、健康、教育等紧密结合，必将把人工智能推进人工智能时代。由于我们正向人工智能时代而迈进，所以了解人工智能、掌握人工智能、创新人工智能变成每个人需要的本领。2020年3月，浙江大学成立了人工智能教育教学研究中心，就面向全校开设人工智能通识必修课程，肩负起我们让更多人掌握人工智能这一通用目的技术的责任。那浙江大学目前开出了面向理工农医、社会科学和人文艺术的这一个人工智能通识课程，并且出版了人工智能通识课程教材，以及培训人工智能通识课程的这个师资，正为迈进人工智能时代的这一个一流人才的这个教育起到这个积极的这个作用。那我们浙江大学也在2024年6月发布了大学生人工智能素养红皮书，要求我们的这个大学生要了解人工智能、使用人工智能、创新人工智能、恪守人与人造物关系。要达到这样的能力，就必须具备体系化的知识、构建式的能力、创造性价值和人本性的能力。2024年12月28号发布了高校教师人工智能素养红皮书，它的内容包括要根续育人理念，学习智能知识，变革教研模式和担当社会责任，即体现和为师、以和为师、和以成师和师者为和。2018年，教育部批准了35所高校可以招收人工智能这一个本科专业的这个学生。目前全国有535所高校设置了人工智能本科专业。当时我们面临的巨大的这个窘迫，就是没有人工智能本科专业的教材和课程。那经过这一个5年多的努力，在高等教育出版社的这个支持下，浙江大学和其他高校出版了新一代人工智能系列教材，包含26本理论教材、11本实践教材，初步解决了人工智能本科专业的教育教学的这个问题。那今天我们面临人工智能的通识教育，我们的这个人工智能通识教育的这个系列教材也开始起步，为社会即将出版一大批面向不同需求的人工智能通识教材，解决我们通识教育所面临的难点问题。2024年10月，这个教育部也批准浙江大学设置人工智能国家教材基地。那这个基地也将肩负起我们在人工智能领域的教材方面的这一个出版、研究和教学模式的这个变革等等的这个问题。通过这几年的这个努力啊，浙江大学已经建立起了人工智能本科专业、人工智能交叉学科，开设了人工智能通识课程及 AI 加 X 交叉课程。在这个基础之上，我们将推出人工智能微辅修专业项目，以及学位项目和双学位项目，逐步把我们的课程、教材、教师和实践把它建设起来。2024年10月，教育部办公厅发布这个文件，希望2023年人工智能要进入中小学课堂。最近很多杭州市的这个小学、初中和高中找到浙江大学，希望能够为我们的这个中小学生
能传授或者教育人工智能的这一个基本的这个知识。最近浙江大学与杭州外国语学院联合成立了人工智能赋能基础教育创新研究中心，与求是教育集团联合组建了求是人工智能创新实践中心，与剑南中学建设了剑南人工智能创新探究中心等等形式，正在摸索人工智能和基础教育相互结合的这个路径和方法。我本人也开始做一些人工智能的这个科普这一个工作。2021年，这个高等教育出版社希望我用150分钟给中学生谈懂人工智能。当时我每周写2000多个字，然后有高教授给中学生听，听懂了就过关，没听懂继续修改。后来这15篇的这一个人工智能都录成了这一个数字有声读物，上线喜马拉雅，免费对外服务，有32万人次的这个收听。基于这一个数字有声通识读物，后来又撰写了23万字的走进人工智能的通识读本。潘云和院士为这本读本作序，未来将是人和人工智能共同进化的时代，科学普及将人类进化中累积知识转化为人和人造物的这个力量。2018年，我们开始进行人工智能本科专业人才的培养，也开始来推动人工智能赋能人类社会的一些研究工作。当时潘云和院士给我们的题词是人工智能教育先行。如果在我们进入人工智能的时代，我们的学生或者我们的这个社会的人士还没有了解人工智能，掌握人工智能，我想我们进入这一个人工智能时代将变得异常的艰难。同时人工智能具有这个应用驱动、产业驱动鲜明的特点，所以如何产学协作引领创新也是我们需要把握的这个方向。人工智能是引领这一轮科技革命、产业变革和社会发展的战略性技术，具有溢出带动性很强的头雁效应。1955年，它在达特茅斯的这个起航非常简单，但是如果人工智能一旦融入人类社会，它将必也必具。所以高等学校要肩负起这样的使命，因为治天下之治者在人才，成天下之才者在教化，教化之所本者在学校。我的汇报完毕，谢谢大家。